秋夜微雨，李小文拖着行李站在森王街的一栋老旧公寓前，这是他刚租下的新住处，房租便宜的不太合理，但对于北漂工作且刚出社会的他来说，这样的价格无疑是天赐良机。房东交付钥匙时脸色有些奇怪，似乎欲言又止，但最终只是对他说：这间房子很多人来问过，但都没有租成，我想是跟你有缘吧。你看起来很单纯善良，希望你能安心住下来。谢谢。他没有听出房东的本意，但也没多想，带着疲惫与对新生活的期待走进屋内。头几天小文很庆幸住到一间又便宜又大，交通和环境都相当便利的房子，住家的附近又单纯又安静，让他晚上都睡得很好。直到某天，一些无法解释的怪事打破了原有的平静。这天晚上，一切都显得安静，甚至异常的寂静。这公寓虽然老旧，但内部装潢明亮，几乎看不出过去曾经长期空置。李小文洗漱后早早就寝，但凌晨时分，一道奇怪的声音将他惊醒，像是指甲刮着地板的声音。他从床上坐起，望向门口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但靠着月光的反光，却发现地板上隐隐有几道深色的划痕。他努力安慰自己，可能只是房间老旧，木地板变形所致，没有多想，就躺下蒙头继续睡。但接下来的几天，怪事却接连发生。某夜，他加班至凌晨下班回家时，发现门竟然是开着的。他清楚记得早上出门时确实锁上了，正准备冲进家里检查，才将门一推开，就赫然发现客厅的地板上有几个血红色的脚印，从门口一路延伸至他的卧室。他吓得不敢进屋，立刻报警。但当警察到来时，脚印却凭空消失了，地板干净如新，仿佛一切只是他的错觉。警察离开后，他独自坐在沙发上，努力回想这几天的异常现象，越想越让他发毛。直到某天，他开始做一个相同的梦，梦里他站在屋内，听到后阳台有脚步声向客厅走来，下一秒，脚下的地板渗出大片红色的血迹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铁锈味。客厅的灯忽明忽暗，眼前突然站着一个拿着刀、杀红眼、喘着气的成年男人。随着目光向下移，地上竟然躺着3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其中一名少女满身是血，头部和脖子仅剩一丝丝的皮肉相连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嘴巴微微开启，似乎在低语。他在惊叫中醒来，背后冷汗直流，却发现自己的床边多了一件并不属于他的白色制服，衣领处沾满了暗红色的斑迹。这一刻，小文的尖叫声划破天际。他决定将最近发生的状况告诉房东，并询问房东是不是也有其他房客跟他提起相同的状况。然而对方却支支吾吾，最后才无奈地说：小姑娘，不是我刻意要隐瞒你，的确之前也有房客跟我提起相同的状况，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呀。我这不是也帮你打了折，用低于市价的价格优惠给你了吗？但这屋子以前的状况，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清楚，你还是去找附近的邻居问问吧。于是李小文来到楼下，敲了敲对门一位老伯的房门。这房子你住进去多久了？老伯盯着他问道。快1个月了。他轻声回答。没事吧？他犹豫了一下，决定诚实说出所经历的灵异现象。听完他的叙述，老伯深深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20多年前，这里发生过一起灭门血案，是段不被祝福的恋情。这里原本住了一家3口，男方以为女方要跟他分手，嫌女方的家人拿这段不伦恋情威胁他，于是他在凌晨时分闯入女方家中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小童，我要问问他，当初他明明说要跟我一生一世，
为什么这么多天他都不见我，不理我？我们彤彤这么年轻，你身为老师竟然这样纠缠自己的学生，真的不三不四，不知羞耻。你要是不给我们一笔支修费，不要说见不到彤彤了，我会让大家看到你的真面目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姚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童，既然你这么狠心，那就不要怪我绝情绝义。今天就算我死，也要拉你们一起陪葬。男方一怒之下，发狂似的将女方一家3口全部砍杀，死状凄惨。特别是那个女孩，她被砍了20多刀，脖子几乎要断了。李小文的心跳漏了一拍。那凶手最后呢？被抓了。后来男方才发现，虽然女方的家人反对，但其实女方并没有抛弃他，可惜为时已晚，最后被判了死刑。这段悲惨的恋情，最后葬送了4条生命，所以这间房子一直租不出去。住进去的人都说有怪事发生，直到最近才有你住进去。李小文的手指微微颤抖，脑海里浮现起那些梦境，地板上的脚印，以及那件无法解释出现在他床边的血迹衣物。如果你觉得不安心，我劝你还是搬走吧。老伯低声说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望向自己的双手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仿佛看到手掌上渗出了鲜红的血液，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地板上，与那些曾经存在却消失无踪的血脚印重叠在一起。回到家中，小文房间里的灯光忽然闪了一下，他抬起头，却见门口的镜子里站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少女，静静地看着他，嘴角微微开启，终于让他听清了那句低语：救我！数月后，这间凶宅的现任屋主决定进行大规模的装修，将所有隔间全部打掉，重新规划成开放式空间。施工期间，工人们频频传出奇异的现象，但随着空间的改变，那些诡异的声音和影像逐渐消失。最终，公寓被改建为分租套房，重新迎来新的住户，而李小文也早已搬离。然而，他听说自从改建后，这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，冤魂终于得以安息，一切回归平静。有时，当他路过森王街，经过那栋公寓时，都会忍不住望上一眼。曾经阴森的屋舍，如今挂着温暖的灯光，仿佛过去的悲剧，终于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洗去。